最近，巴基斯坦在国际舞台上可谓是高歌猛进。此时最难受的是谁？自然是隔壁的印度，已经酸到面目全非，满屏都是我不服的委屈劲儿，那模样简直比吃了10斤柠檬还上头。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谁能想到美伊这场剑拔弩张，全世界都不敢轻易接的活儿，居然被巴基斯坦稳稳拿下了，而且办得高调又漂亮，直接把印度晾在了一边，连入场门票都没给他留。要知道2003年美国打伊拉克，那是直接推土机平推，压根儿没正眼瞧过什么调停人。可这次不一样，伊朗硬生生扛了1个多月，把美国打疼了，才不得不坐下来谈判。能在这2个仇家之间当中间人，那绝对是外交界的天花板，全世界没几个国家敢接，更没几个国家接得住。可巴基斯坦不仅接了，还接得底气十足。据央视新闻4月14日消息，巴基斯坦已提议在停火期结束前在伊斯兰堡举行美伊第2轮会谈。伊朗方面也明确倾向于选择伊斯兰堡，理由是地理位置临近，对巴基斯坦作为调解人的角色感到满意。而美方还在犹豫其他备选方案，足以看出巴方调停的认可度。这次谈判，美国的阵仗拉得十足，堪称豪华僚机配置。副总统万斯坐镇，中东特使威特科夫开道，整整派出300人的庞大代表团。伊朗这边也不含糊，来了71名关键人物，可见双方对这场谈判的重视。而巴基斯坦作为中间人，那牌面直接拉满，全程主打一个靠谱。为了保障伊朗代表团的安全，巴基斯坦直接亮出肌肉，空军战斗机全程护航，加油机、预警机在后方随时待命，天上的卫星24小时盯着波斯湾的一举一动，生怕出一点纰漏。这哪是简单的护航啊，分明是在告诉全世界，我的客人谁也别想动，动我就跟谁急。更有意思的是，谈判的形式没有视频连线，没有对讲机，全程靠人工传声。美伊代表团分别待在酒店的 A、B 2个房间，巴基斯坦的代表就像古代的传声筒，手里攥着笔记本，在2个房间之间来回跑，把双方的要求一字一句手写下来，汇总后再由双方核对签字。可能有人会问，都什么年代了，为啥搞得这么麻烦？其实答案很简单，巴基斯坦在这里不只是中间人，更是信用背书人。每一份手写草案，每一次传递，都是在用自己的国家名誉做担保。这种守口如瓶的江湖信誉，可不是随便哪个国家都能有的。这边巴基斯坦风光无限，那边印度可就彻底破防了。新德里的画风简直惨不忍睹，媒体集体哀嚎，网友在线破防，全网都在追一个问题：凭什么？凭什么是巴基斯坦？凭什么我们自诩南亚霸主，却连调停的门票都混不上？巴基斯坦ने अमेरिका और ईरान के बीच छिड़ने वाला युद्ध रोक दिया है, दुनिया को हिला देने वाला कदम, पर क्या ये हमारे लिए जीत है? नहीं, हमें सोचना होगा, हमें पूछना होगा, क्यों हमें हमेशा किनारे पर खड़ा होना पड़ता है? ये最有意思的是，印度的媒体平时总把巴基斯坦贬得一文不值，说人家是被孤立的失败国家。可这次 NDTV 新德里电视台居然破天荒批评了莫迪政府，直言以前总觉得巴基斯坦没出息，现在人家成了全球稳定的提供者，我们倒成了被边缘化的看客。这种心理落差比恒河水还要苦。印度网友更是破防到极致，在社交平台上疯狂吐槽。有人说巴基斯坦凭什么抢我们的位置？有人酸，不就是有中国撑腰吗？还有人自我安慰，我们才不屑于做这种调停的小事，嘴硬的样子简直不要太好笑。可吐槽归吐槽，印度心里比谁都清楚自己为啥没资格。莫迪政府之前的操作早就把自己的路走窄了，一边倒的站位让他在伊斯兰世界彻底失去了调停的资格。而且印度向来眼高手低，只会喊口号蹭热度，关键时刻根本拿不出让人信服的实力和信誉。更打脸的是，印度还不甘心被冷落，搞了一波强行营业。就在伊斯兰堡谈判的前一天，印度外长苏杰生突然开启了一场说走就走的访问，连续打卡阿曼、阿联酋、沙特和卡塔尔，理由说的冠冕堂皇，为了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这波操作明眼人都能看明白，就是典型的蹭热度。
可这种投机取巧的行为，连外交政策杂志都看不下去了，直接发文补刀，印度在南亚的传统地位已经陷入了严重的被动。这话简直说到了点子上，印度看似高调，实则早已被边缘化。其实印度作为全球主要的能源消耗国，被霍尔木兹海峡卡脖子比谁都难受。按理说有人出面调停，让海峡恢复通航，他应该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可他现在的状态就是典型的又菜又酸，身体很诚实，急需海峡通航缓解能源危机，心里很不爽，恨死了出面调停的巴基斯坦。这种纠结又委屈的样子，真的让人想想都好笑。除了美伊会谈，最近沙特和巴基斯坦政府还证实了一则消息，一支巴基斯坦空军特遣部队已经正式入驻沙特东部的阿卜多勒·阿西兹国王空军基地。虽然两国都没透露这支特遣编队的番号和具体兵力，但嗅觉灵敏的中东媒体很快就挖出了不少猛料。据中东多家媒体综合报道，首批入驻的战斗机就有18架，大概率是歼十编队，再加上少量加油机和预警机，阵容相当扎实。而且这还只是开始，后续还会有更多的军事教官和空勤人员陆续入驻。看得出来，巴基斯坦这次是真心实意要帮沙特看家护院。让人意外的是，据开源信息透露，目前巴基斯坦在沙特的驻军总兵力已经超过了 1.3 万人。沙巴两国对外都说，这次军事部署是依照去年9月份签署的军事同盟协议进行的，和当下的中东战争无关。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正是这场中东战争加速了巴基斯坦军事入驻沙特的进程。当然，巴基斯坦也不是白干活，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利雅得方面已经向伊斯兰堡支付了最少50亿美元的财政支持。说白了，这就是一场双赢合作。沙特出钱，巴基斯坦出兵，既解决了沙特的防御难题，也让巴基斯坦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可能有人会问，沙特身为中东土豪，身边不乏盟友，怎么会找巴基斯坦帮忙？其实答案很简单，美国靠不住了。之前沙特邀请美国驻军保护自己，可美国在沙特的基地接二连三被伊朗袭击，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更别说保护沙特了。小编猜测，沙特这波操作其实是借坡下驴。伊朗之前确实轰炸了沙特不少炼油厂和空军基地，沙特正好借着这个理由邀请巴基斯坦空军入驻，既解决了自己的防御漏洞，又能堵住美国的嘴。你看，我找巴基斯坦来防守，也是为了对抗伊朗，和你的战略一致，你总不能反对吧？而且这背后还藏着一个更大的伏笔，沙特和中国的军工合作正在悄悄升级。据中东多家媒体报道，巴基斯坦正在和中国商谈一项价值120亿美元的国防协议，这也是两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军火大单，里面包含了40架歼 35A 隐身战斗机、6架空警500预警机，还有多套红旗19战略导弹防御系统。而这笔120亿美元的军火大单很有可能全部由沙特买单，毕竟在巴基斯坦和中国商谈期间，沙特就已经先打过去了50亿美元，相当于付了小一半的定金，后续再补其尾款，对不差钱的沙特来说简直是毛毛雨。除了这笔大单，沙特还给巴基斯坦的1万多驻军开出了天价保安费。说白了，巴基斯坦这次就是雇佣兵的角色，帮沙特防守，沙特出钱，而且这笔钱只会多不会少。等到未来歼 35A、空警500、红旗19防空导弹这些装备陆续入驻沙特，再加上霹雳系列导弹，沙特给的钱只会更多。可能有人会觉得沙特这是花冤枉钱，但小编觉得沙特打的一手好算盘，他看似花了很多钱，实则是用这笔钱摆脱了对美国的依赖，同时还拉近了和中国、巴基斯坦的关系。而且有了巴基斯坦空军的入驻，再加上中国的先进武器装备，沙特的国防实力会得到质的提升。其实现在的中东局势已经非常明朗了，40天的冲突，美国不仅没能征服伊朗，反而帮巴基斯坦把全套中国装备顺利引入了中东。一旦巴基斯坦的空军部队在沙特站稳脚跟，再配上中国的先进武器，美国在中东的单边主导格局就会被彻底打破。而这一切最难受的，除了美国，估计就是印度了。看着巴基斯坦一路高光，一边调停美伊谈判，一边入驻沙特赚大钱，还能拿到中国的先进装备，印度估计又要酸到破防了。毕竟他心心念念的国际地位，巴基斯坦不费吹灰之力就拿到了，这种差距估计比恒河水还要深。好
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